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建琛。今天是2023年10月7号星期六。我长期都会收到一些平板手机，大部分收到的时候电池都会膨胀，像这一颗。因为这种平板时间比较久一点的平板，你要买到电池可能也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使用的话，就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更换电池。那我今天就是分享我是怎么样去更换电池，然后继续使用这一台平板。我这边已经把它拆起来了，因为这一种都是卡扣式的，它没有粘胶，所以你只要慢慢撬就能够把它撬开。那现在我就是先把电池拆下来。那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会先把排线拆下来，然后它这个应该是有方向性的，你要稍微记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电池拆下来。那它这边应该是还有这个螺丝挡住，看一下哦，是不是要连这一个一起拔？那我就先把这边的螺丝都把它拆下来啊。那通常我在拆这一种平板或手机的时候，螺丝的顺序我都会给它做一顺序的排列，这样子你再装回去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问题的产生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，我看一下。然后对，没有错，它是整个要把它拿起来的，这边也要拆。这样应该就可以拿起来了。那电池通常我会去看它的规格，所以这边还是要把它拆起来。那它这边就是用粘的。这个是 15.2 Wh 的，所以我们只要去找这个规格的电池，就可以继续更换做使用。那我先去找看看有没有电池。这种薄的这种铁片，坦白讲要拆电池，除非你很有耐心去把它做一个拆卸啦。通常这个我拆坏掉，我就不会再使用了。反正到最后就是直接放上去就好，因为这种平板坦白讲要卖也不会有人买了，所以我通常都是留下来自己追剧用的。所以通常我都是怎么简单怎么做。那你如果是要卖的，那当然你是把它做的比较漂亮一点，会比较好卖一点。那我这一颗电池拔下来以后，去找了一颗小米的，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个 WAH， 那这一个是 18.52 Wh 的，那它这一颗只有 15.2 Wh， 所以只要比它大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这一个保护板，那我先把这个保护板拆下来，那电池拆掉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解焊，然后我们稍微看一下距离，似乎是可以刚刚好的。那长度的部分也是刚刚好的，所以应该理论上可以放得进去。那接下来我就是把它解焊。那解焊的部分，我通常都是直接用烙铁把它焊下来就好。它本身是有一个铁片，然后它的电池上的镍片是没有办法用焊锡的。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铁片解焊下来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剪掉，因为你如果没有点焊机的话，加上这个电池上的镍片它比较短，所以你把它剪掉的话，你到时候不管是要焊还是要接，理论上是很难焊的，因为它的长度太短了。那你自己要记得正负极是哪里那如果不知道，就是用3用电表下去量。这一个我拆下来，我拆这一个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个你要解焊就是这样子，你直接把它焊上去就好，把它加热，然后稍微用力一点，这边稍微把它弄一下，理论上这样子就开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不要用剪的，你就把它加热就可以了。这个比较长一点，它比较难弄，我们给它加一点点助焊剂。OK， 这样子就拆下来了。确定一下，这边是正极，这边是负极，所以这一边是正极，这一边是负极。那通常它板子上都会写啦。那不过我看这个板子上好像没有特别标示出来。那没关系，那我们已经知道这边是正极，这边是负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电池上有时候也会标示，但是这一个好像有这边有标示正极、负极，这边是正极，这边是负极。那理论上我们直接这样子接上去就可以了，但是它的距离有一点衔接不上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必须要用接线的方式。那我就是这样子把它接上去的。那接上去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来量它的正负极，对不对？反正你只要记得，红色的就是正极，黑色的就是负极。
然后你只要量出来，各位看一下三用电表，它是正极 3.77 伏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要换电池之前，你也要确定这一颗电池它是好的，要不然你换了也没有用嘛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边做一个保护。那我们这边试着装看看，那这样子装上去都可以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把电池靠在最旁边，这样子都没有去阻碍到其他的零件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电池贴上双面胶，稍微做一个固定。全部都粘好以后，把电池装上去，然后我们先尝试充电看看，可以正常充电。那目前已经有在充电了，那我们开机，那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。那我们稍微测试一下，那目前测试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OK， 现在的电量是 47%， 所以我们就是等让它充个循环。如果可以正常充到 100% 的话，那这样子整体就没有问题了。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先把它组装起来。那它的一些相关的配件，该装的还是把它装上去，例如一些螺丝之类的，也都要把它锁上去。铁盖弄坏的部分，这个比较没有关系，因为以后如果有收到同机型的手机坏掉，然后电池是好的，那我们直接把它换过去就可以了。那最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外盖装上去。那这个都是卡扣的，你直接把它敲进去就可以了。装上去以后测试一下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让它充电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其他的螺丝上去。那这一台只有一根螺丝比较长的，在这边，这边有做一个记号。那其他的螺丝就没有关系，你就是全部把它上去就可以了。那整个螺丝上完以后，我们直接把外盖盖上去。那这样子电池就更换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它充电。那充完电以后，我再测试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的电已经能够充到 99%， 整体的测试，目前我测试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也有追过一些剧，看一下 YouTube 应该也都没有问题。那只不过二手的电池它电量在掉是蛮快的。稍微给各位看一下就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1年。我先把声音关掉。那目前追剧起来是还可以啦，但是它有时候还是会卡顿，因为这一种旧的平板它的效能已经跟不上了。从昨天测试到现在，目前测试起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电池的部分也都正常，充电的时候发热的问题也不会特别高，都在正常合理的范围以内。所以这样子的电池更换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会这么做的原因，最主要还是因为旧的平板我不一定买得到它原厂的电池。第二点就是这一种平板在现在是已经都是淘汰的产品了，所以理论上这一种东西放到网络上，基本上应该也不太有人会买，所以我才会自己这样子做电池的修改。那你如果自己要做这种电池的修改的话，我的建议当然是，第一，你一定要了解保护板的保护原理是怎么样的。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，你一定要对你要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认知以及了解，你要做你再去做。那我会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刚才叙述的这几点。那当然在我们的立场，我们还是跟你讲，还是要用原厂的电池，那尽量用厂牌搭配的电池。像我现在用的就是华硕的平板，然后更换的是小米的电池。理论上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子搭配啦。反正你就是自己尝试看看吧，要不然你买不到电池，你要继续用膨胀的电池，它的危险性会更高。那我这一篇平板电脑二手电池替换维修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